Hello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终于踏入了2019年啦。那么呢，其实我自己呢，我从很多年开始呢，在每一年开始之前，在那一年1月1号呢，我将会给自己规划这一整年，我将会设下我这一年要完成的目标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？因为在很多年以前呢，我之前读过一本书。卡内基的书，它里面有提到一则故事，我觉得太棒了。他的故事是这样子说的：有一个男人呢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吃完了晚餐之后，他就看着他的老婆在洗他们晚餐吃的碗碟。那么就在那边想啊，我老婆和我结婚到现在那么多年了，在算买以后的日子，那么他要洗的那些碗碟的数量，不是像整座山那么样高。那么如果说就想了。如果说我老婆在和我结婚前的那一刻，她就看到说，我靠，我和她结婚之后，我要洗的碗，我要洗几万个碗，我这一辈子要洗那么整座山那么高的碗，那么会怎么样？他老婆当然被吓到，不敢和他结婚啊。那么就想啊，为什么他老婆能够没被这些东西吓到呢？能够该洗碗就洗碗呢？那么他就思考很久，就想到了那个原因了。原因在哪？因为他老婆每一天就只看这一天要洗的那个碗的数量就够了，所以我每一天要洗多少碗？我每一天只需要洗5、6个碗就够了，所以我每一天就只看着这5、6个。第二天呢，不要去看它，未来的不要再去看它了，就只看今天了。那么洗完了之后，到第二天呢，再看第二天的碗。所以就是这样，他老婆才没有被那几万个碗吓到。那么这故事我读了真的觉得非常有意思的。每一个人的梦想呢，离你一定是非常遥远的。当你立下你这个梦想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样。当我设下我这辈子要完成目标，我的梦想之后呢，我一看我梦想，我靠，离我好遥远啊！如果说你一立下之后，你又看目标，你一定会被这一个距离给吓死了，然后你就渐渐的你就放下了你的梦想了。所以你应该做的东西呢，就是把你那么长远的梦想的追梦的这一条道路呢，把它切成很多非常小的段。每一天就只看着你下一个要奔向的起跑点，所以当我跑到那起跑点结束了就够了，不要再去看那么远了。所以再去跑完了之后，再看第二个起跑点 ，OK， 那么短的距离跑完第二个起跑点了，再看第三个。那么我读到这一则故事，真的觉得太好了，所以那一刻开始我就跟自己说，我每一年的1月1号呢，我将会这样子做。我不要去看那么远，我的未来太远了，我就只看我这一年要完成的东西就够了。那么如果说我只是和你们分享我今年的目标呢，我觉得对你们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。如果说你们听了我刚刚故事觉得认同的话，你们不妨自己试试吧。所以我将会是作为你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例子。如果说你们觉得好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模仿我一下。但我觉得说只是分享我今年的话，并没有太大参考价值，因为说看我影片的人呢，各个年龄阶层都有，可能初中了，也可能高中了，也有可能在工作着了，也有可能说是成绩很不好了。所以我将会把我前3年的目标，1月1号设下的目标呢，分享给你们。你们看一下哪一个和你们比较相似，你们想拿做参考的话就去吧。记得跟自己试试，真的对自己有好处的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我自己认为呢，我前3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。如果说你们还没看过我自传的话呢，我其实给自己写了一则自传，以故事的形式上传在 YouTube， 所以应该会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们还没看的话，你们记得点进去这个地方看我的故事线，不然说你们会很难被我说服说我的起跑点是比你们落后很多很多，然后最后怎么追回来了？你们不看，你们就没法被我说服，所以记得去看先。那么首先就来到大一啦，不是高一啦。那时候高一我16岁，那一年的1月1号呢，我就跟自己正式开始给自己设下说，我这一年要完成的目标是什么。那么由于我初中的底真的太糟糕了，我初中的统考呢完全是一团糟，只有2科及格而已。那么我初中的总平均呢也几乎在留级的边缘。那么我们要进理科班嘛，是有一个要求标准的，是有一个分数线的。所以我初三那一年呢，可以说是半年之后，前半年还在玩，半年之后真的是非常努力在追回来，最后勉强的超过了这个分数线，所以最后进了理科班。那么高一呢，当我进入理科班了之后，在1月1号这一天呢，我就和自己说了，我是时候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了。那么那时候我就给自己立下目标，就是呢，我要在高3毕业的时候
以非常辉煌的成绩毕业。那么当初我师大我是连想都不敢想，所以我是根本没想过师大。我只是说我要很多科 A， 我要以非常辉煌的成绩毕业，我要让我初中的老师对我刮目相看，这个就是我目标了。但是怎么来？我靠，我初中的底完全是没有啊！我要高三以那么好的成绩毕业怎么办？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目标切成3块，高1的1块，高2要完成1块，高3的1块。那么高1呢，16岁我就跟你说 ，OK， 这一年我要完成什么东西？那么我有那么我有那时对我而言真的是很高目标，对那时候的我而言，我有那么高目标了，我要完成它呢，我就跟自己说，我真的必须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完成，我是不可能一步跨上去的，因为我初中底真的是太糟糕了。很可惜，我初中文凭我连拿都没拿，因为太糟糕，而且我不想去理初中的东西，不然我可以拍给你们看，我只有2科及格而已，其他全部不及格。那么呢，我知道，我高1这一年一开始呢，我将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呢，我周围的同学他们都在学中学物理的时候，我是在学回初中的物理的。这样的情况应该会维持这几个月，我自己很清楚，因为我初中完全是混着过的，所以我就和自己说，高1这一年我要完成目标就是呢，我得把我落后人家目标，落后人家东西追回来，要甚至超越他们。所以高1这一整年呢，我立下这个目标之后呢，我每天都在奋斗，为了我高3的那个目标在奋斗。当然，最后还有终极一辈子要完成目标，但是我说了太远了，不要去看它，你会被吓死。切成高3的先，然后再把它切成高1的，所以我每一天就奔向这个目标。我确实真的有一种感觉说，我每一天离我这个目标越来越近，真的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所以这个就是我高1的目标啦，可能没太多东西。那么经过1年的不断努力呢，高1终于结束了啦。那么年尾的时候呢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候是12月31号，那时候凌晨12点了，过了，终于刚刚考到完，到了1月1号，那时候我躺在床上要睡了。但是我躺在床上睡之前呢，我就跟自己思考，问自己说，我高2这一年要完成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感觉我躺在床上，我就和自己说，高1的这个目标，我觉得我自认为应该是完成了，而且是非常比我预计的高出很多了，因为我已经追回了我落后人家东西，而且我也追完了，我也自学完了高2课程，然后我也差不多进入高3的课程了。所以我那时候我自己认为说，我高1的目标是已经达成了。好，达成了高1目标了，所以是时候立下我高2目标了。那时候我就和自己说了，我高1经过1年不断的努力，我这1年是没有收任何成果了，因为我都不停的在补自己落后的东西，我不停的在努力。我高1的时候，我在努力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了，这一整年我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，我就只是在努力而已。那么高2开始的那一天1月1号，我就和自己说了，经过高1那么多的努力，这一年高2将会是我收成果的那一天。我高1我种下了多少种子，我将会在高2这一年一次过收完回来，我就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。但是也是一样，我也没想过那么多。那么对我而言呢，我就给自己立下目标，就是我至少得，我不是说至少去，我要拿一个全国的奖项回来，微笑争光，让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。所以那时候高2的目标就是我必须得拿一项全国奖项回来，这个就是我高2目标啦。那么有了这目标之后呢，当然我也继续努力，然后同时有比赛的我就去参加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3月份我就赢下了全马来西亚的数学竞赛铜牌，我拿了铜带奖，第一次拿到全国奖项，哇！那时候我真的非常开心。然后这个故事呢，也可以告诉你们说，当你们立下目标的时候，不要放得那么低，也不要说太高，就能多高就多高，别放得太低。因为那时候我给自己目标，高2这一整年目标是我只要拿一个全国奖，我就很满足了。结果我3月份就拿了，所以接下来怎么办？所以那时候我又有在挑，我就挑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全国奖，我要收我的成果。因为确实，如果说你们是我的话，可能说在看我影片的人呢，你们可能从初中到高中，甚至高中毕业都很优秀，但如果说你们是我的话，你们经历过我初中那样非常糟糕，几乎留级了，留级55分，55.6分。然后我初中统考只有2科及格，你们经历过我这样的情况下，真的是不敢设太高的目标，因为我
真的连想都没想过我自己会有多高成就，所以1个真的对我而言很高了。但是我3月份就拿到了，就完成目标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改了，我能拿多少就拿多少。那么随后呢，高二一整年，我是这样子形容我高二这一段的。我高二这一整年呢，我像抓狂了，不停的在拿全国奖。我到现在我真的还没认真统计过我总共拿了多少项全国奖。单单工程竞赛就3项了，然后还有一项英国 Sheffield University 主办的工程竞赛又拿了冠军，都是冠军。我都数不完了，所以高二一整年呢，我真的是如同发狂了，不停的在拿奖，因为我高一的努力。所以高二那一年结束的时候，那时候也同样是12月31号晚上，我也是躺在床上了。那时候，因为我们家人也没有靠闹的习惯，也就正常的躺在床上睡觉而已。但是到12点过后，到了2017年的2017年1月1号了，凌晨12点。那时候我就回顾我这一整年经历过什么东西，我就回顾我初中那时候，真的我想起我初一的好朋友，那些陪我一起玩不读书的朋友，要想起我怎么从初一从一个非常烂学生走到高二，这一整年像疯狂的在拿奖，这一整段故事就好像 playback 那样从我的脑里面播放一遍。那时候我真的很有感觉，那一天晚上，然后我就想我到底怎么走过来了，经过最低点，然后走上最高点。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有感觉，我还写了一个朋友圈，发在 Facebook， 然后还把我这一整年得过的奖项全部放成一张照片里面，然后 po 出来，打下我的感想。那时候太有感觉了。那时候那一晚呢，我就说，高二这一整年我真的高一的我呢，想都不敢想，我竟然会拿那么多奖，我还成为了我们光华的杂志校刊里面呢，还留了一整页给我。一整两页是访问我的，就风云人物的版面留给我来访问我。真的，高一我连想都不敢想。所以高二呢，那时候写了给我这一整年高二总结之后，发了 Facebook 之后呢，我就重新跟自己规划了。好了，高二的目标，别说完成了啦，完全是这个是我当时立下高目标，这个是我完成的东西，所以是肯定完成了。非常自豪说完成了，所以高二目标完成了。那时候我就，然后那一晚开始呢，我就是高3生了啦，2017年的那时候我就开始立下了我这一年高3完成的目标了。那么那时候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，我立下了我要拿全国统考10大的这个目标。那么高一我说了，我要以非常优越的成绩毕业。那么高3呢，终于来到高3了。那时候1月1号我就给自己立下说，我高中统考我至少得拿5个 A 和2科10大，这个是我立下目标。然后开学之后1月多呢，那时候我就开始读我 Adam Khoo 的书了。然后我读到还有说一句话，我是非常认同的，我也可以分享给你们。如果你们觉得认同，也不妨试一试。就是说，我的老师 Adam Khoo， 当他立下一个目标之后呢，他将会把这个目标和他周围的所有人说一遍。为什么这样子做？因为当他说了之后，他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当他完成不了那个目标的时候，他将会被他们笑。所以为了不被他们笑呢，他必须得完成这个目标。那时候我读到这一点，我也觉得挺认同了。所以我立下了我要拿5个10大，我要拿5个 A 和2科10大。OK， 我得强调 ，OK， 在我的中学巴生光华读中，你要拿理科10大。是可以说真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因为我的学校那么多年以来，几十年以来，没有出过一个理科10大，就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这4科里面拿全国前10，一个都没有。那么多年以来，所以可能你们很难理解，就身为一个光华生立下拿理科10大这目标，真的是会给其他学校人听到会被笑了，真的。就那时候我有。经过高2拿那么多奖之后呢，高3我才有自信说立下这目标，我要拿10大，而且至少拿5个 A 2科10大。所以我立下这目标之后呢，也学我的老师 Adam Khoo 啦。那时候1月份就难得有一个学校有一个营，我就上去前面在全高3的面前拿着麦克风说，我今年统考的目标是至少5个 A 和2科10大。我在全高3面前说出这样的一个目标，所以我没拿到，我就一定会被全高3的人笑。你们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问一问我高3的朋友。那时候我的校长和很多老师都在，
我的校长也是，校长、副校长都在场。我拿着目标，拿着麦克风说了这一个目标，那么也不停的奋斗啦。然后该拿奖的就拿奖，也拿了蛮多全国奖，然后也不停的在准备我的统考啦。然后最后，我个人觉得是完成了当统考放榜的那一晚，因为我当初立下的目标，1月1号立下的目标是五个 A 和1颗师大，5个 A 和2颗师大，然后我最后拿到成绩是6颗 A 1颗师大，所以高级数学师大，然后所以少1颗师大多1颗 A， 所以对我而言是算是完成了啦，因为师大确实是也不是说你要拿就拿的，所以高三这个就是我高三立下的目标啦，所以对我而言也是完成了的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怎么从那么烂的学生走到现在呢，然后也进入清华大学呢，其实也真的不是一步跨上来的，我确实是经历了3年立下了3个不同目标才完成的。那么18岁结束了之后，18岁结束之后呢，到了2018年呢，就是去年呢，那么由于考完试了，刚考完统考不久，然后我也没立下什么目标了，我就在打电脑游戏。我2018年呢，除了我8月份来到清华大学之后呢，前面基本上88%的时间都是在打电脑游戏，打多大度都DOTA 2，所以我确实我可以和你们承认，我真的是没有立下目标，因为那时候刚考完统考，我要发泄，我读书了那么久，我要不停的打电脑游戏，所以我确实是没立下目标，可能小目标就是进入清华大学吧，然后当然也进了，所以那时候也确实没目标，就不停的在玩。那么所以啦，来到现在的2019年了啦，所以听了我前3次的目标呢，如果说你们觉得有共鸣的话呢，你们绝对可以拿去把我当做你们参考，也模仿我立下那些目标。那么终于来到2019年了啦，所以是时候开始为这一整年立下一个我这一年要完成的目标了啦。那么我其实想了很久，这一年的目标里面呢，我是不会把课业放在里面的。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因为其实经历了3年都是以课业为主呢，这一年我想变一下了，我不会再以课业为主了，所以我清华这只要不挂科就够了。不过我得强调，在清华呢，你要不挂科呢，你也是得像我这样，每天学习至少自习时间至少7-8个小时，你才能够不挂科。OK， 这点我得澄清，不是说不挂科呢，不是说我只要不挂科就可以呢，我就可以天天玩这样，没这一回事啊！你还是得自习7-8个小时一天才能够不挂科啊！所以我给自己今年立下目标是，只要在学业上面的目标呢，只要是不挂科就可以了，只要60多70分我就很满足了。那么我立下第2个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啦，跟我的朋友们，我希望说在这一年年尾结束的时候呢，我能够达到我的 YouTube 能够达到100K 的粉丝啦，这个是我的目标。所以有了这个目标呢，我将会总结我之前经验，我只会把好的影片上传上来给你们，因为我立下了这样的一个目标，所以我很希望说，在今年年尾的时候呢，我能够当我看回去这一期影片的时候，我能够很自豪地说，我就100K subscribers， 所以希望我能够做到这个目标啦，这个是我最后目标。那么之后再打算，不过其实是有想法的，但我还没打算公开先完成我这一年的目标先100K subscribers， 然后和不挂科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一整年的目标啦。所以希望我分享了给你们我4次个别都是在不同年份的1月1号立下的目标，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，或者当做你们参考。所以还没看我自传的朋友们，记得去看，不然你们是真的是没法体会到我到底有多烂，我到底从多么低爬上来的。所以这一期短期影片就来到这里了啦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期见。